协和4+4丑闻这事儿啊，现在还在调查中，咱也不知道啊，最后会不会官官相护，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话说我上一期节目播完之后啊，有一位协和的工作人员给我发来信息，他说：“王局啊，你在节目中间的推测完全正确。董希颖当时啊，他的那些学分并不是在巴纳德学校读的，你猜是哪读的？是北京科技大学给他提供的学分。”我当时听完之后哈哈一笑啊。据说啊，这件事情现在协和和北京科技大学双方还在扯皮，因为协和说了，北京科技大学提供他的学分，我怎么能查得出来他有问题呢？又不是一个野鸡大学。那北京科技大学说了，那我给你提供这学分，你就不审核吗？所以关于这个学分造假的事儿啊，双方到底谁应该承担责任，现在还不清楚。要我说啊，这件事情啊，如果只处理了董希颖，那就整个事件就等于没处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协和4+4丑闻这事儿啊，虽然董希颖啊是最大的受益人，但是啊，如果没有人给他造假学分，如果没有人给他造假论文，如果没有人给他一篇一篇论文署名，如果没有人给他在入学的时候一路绿灯，你想想，董希颖能走到今天吗？走不到吧。如果你只处理了董希颖，后面这些黑手你都安然无恙，那不就说明整个游戏规则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吗？那不就是告诉公众，谁倒霉，谁被公众盯上了，他才有可能因为违规而被处理。如果这个人违规，但是他只要是不被公众注意到，那就没事儿了。那其实我们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怎么能变成一个相对公平呢？所以我现在就看这个协和4+4的事情啊，到底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还在盯着呢啊。但是我今天啊不想再讲协和4+4了，我想讲的是啊，就是在这次群体的扒粪运动中，几乎每一个网民都成了福尔摩斯。这些福尔摩斯对董希颖这事件过程中间，调查走进真相，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呢，他们当时啊，不仅仅是扒协和4+4啊，也扒全国其他的医学院，最后呢，也扒出了一些其他的这个医学院的黑幕。我今天就想讲讲北京医科大学这个当时录取过程中间存在的一个跟4+4啊相比啊差不多的一个黑洞式的录取规则。这事情的原委啊，要从今年的5月5号开始讲起。当时啊，网易呢，就有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说现在出现了一个比董希颖还牛的人。这个人呢，免试上的北京大学医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院大家都知道啊，那原先是北京医科大学，后来并入到了北京大学。虽然说他在业界名头不如协和的这个响亮啊，但是水平是非常高的。高考的录取成绩啊，双方也是伯仲之间。他的这篇文章就中间就提到一个人叫古香瑜，说这个古香瑜是一个几内亚比绍的国民，然后呢，他免试进入到北京大学医学院。2008年的时候毕业之后啊，现在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当眼科医生。哇，他这个信息里头还讲，他说北京医科大学在2007年到2008年这2年，一共录取了112名留学生。在这112名留学生中间，有48名来自于几内亚比绍的留学生。我估计啊，这几内亚比绍啊，大多数人都没听过啊，是一个根本没什么存在感的国家。这个国家在非洲啊，原先是一个葡萄牙的殖民地，1973年独立的，整个人口只有200万，还不如北京的一个昌平区人口多啊。而且这个几内亚比绍啊，它是全世界最不发达的20几个国家之一，非常穷，人均收入一年只有几百美金啊。但是这个就是这么人均收入只有几百美金的这个国家啊，你想想，在2007年到2008年这2年啊，有48个留学生考上了北京大学医学院，这是不是非常奇怪啊？更奇怪的是啊，就是这些来自于几内亚比绍的这些留学生啊，名字啊都是这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中国名字，比如说叫古香瑜呀，比如说叫什么范乔圈呢，比如说叫朱百年呢，比如叫程义军呢，比如说叫方言文呢。你看看这些名字，哪个像是一个几内亚比绍的这个国民呢？几内亚比绍的人啊，到底怎么起名字，咱不知道啊。但是咱知道中国人怎么取名字，所以一看这名字，就怎么看都不像是几内亚比绍的。而且这篇文章当时他就讲了，
说当年就有媒体质疑啊，说这些人都是假洋鬼子，其实都是中国人。就问北京大学的招生办，北京大学招生办当时还说了啊，我们当时在入学审核的时候就是审核护照，这些护照人家就是几内亚比绍的这个国家的，有些可能是华裔，但是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啊，所以我们没什么问题啊。对，当时就是这么回答公众的啊。紧随其后啊，就5月9号这一天，有个公众号，这个公众号呢叫做离散世界。这离散世界这个公众号呢就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它主要是讲的啊，说当年参加奥赛的那批人啊，生物奥赛的那批人呢，都拿了国际的金牌嘛，就被保送到了北京大学医学院。但是他发现啊，他说这些人虽然被保送到了北京大学医学院啊，但是后来几乎没有人继续从事医生这个职业的。言下之意就是，你看你保送到医学院了，这些人后来也没有从医，都去干别的去了啊。在这个文章的后半部分，他也提到了这个几内亚比绍这件事情。他说，相反，跟这个奥赛这些人啊，得奖的人比起来啊，有一大批来自于几内亚比绍的留学生，他们呢当年上了北京大学的医学院，而且呢，他们至今还活跃在一线的医生群体中间。他就列举了5个人，第一个人就是这个古香瑜。他说，现在这个古香瑜啊，在上海交通大学儿童医院当眼科医生，现在是住院医师。而且呢，他还有列举了其他几个，一个叫林姿莹，现在在北京京都儿科医院。还有个叫什么，这叫什么祥啊，这个深圳口腔医院啊。还有这个简伟俊，还有这个朱德什么，我这个字太潦草了，我自己写上我都忘了。反正啊，他一共是列举了5个人，这5个人呢，至今都在医学的一线工作呢啊。几内亚比绍的，你想想啊，这几内亚比绍的这些留学生啊，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啊，学成之后还不愿意回国去，就留在了中国，报效中国啊，然后在一线从事医学工作，大概其就是这个意思啊。结果他这篇文章写完之后呢，没几天他就被投诉了。被谁投诉了呢？就是被这个古香瑜这位医生给投诉了。他就收到了公众号的后台提示信息。这古香瑜这医生啊，人家投诉信息很严肃啊，说你这个我现在已经报案了，这报案号是2005-00289。报案什么意思呢？说你非法使用我的姓名、照片、工作单位，你把这些信息都给我公布到网上了啊。另外，你这信息都是假的。说我是本科6年，硕士4年，博士3年，都通过考试上去的。你这篇文章说我免试录取，造谣，这是造谣啊！我根本就没有免试啊！所以呢，他就要求他删除这篇文章。那当时这个公众号看到被投诉的信息，他就有点懵。为什么有点懵呢？因为他这篇文章里头并没有说到古香瑜是免试入学的，他只是说他是被北京大学医学院录取的。所以他就觉得你这投诉的有点不对呀，然后你说你立案了，你这不吓唬人吗？他就写了一篇文章，我被古香瑜医生给投诉了。投诉的过程中，他就把这个来龙去脉给讲了，解释了一下，他其实根本没有说是免试的啊。那我估计这个哥们儿啊，被投诉了之后他也不爽啊，而且他这个公众号我看了一下，每篇文章的阅读量也不是很大。这古香瑜医生怎么找到了他，我也很奇怪啊。他就继续扒这个古香瑜医生。他说这个古香瑜医生啊，他说一共只发过4篇的学术论文，这4篇学术论文呢都没有被这个 SCI 收录。那按道理讲，这古香瑜医生啊，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之后，他就到了上海复旦大学去读了个硕士和博士啊。那按照你现在这个复旦大学的规定，你这个硕士博士毕业，你得有1篇文章，至少1篇啊 SCI 收录的呀。但是你这个古香瑜医生没有，你不符合规定吧？然后他接着查，说是这个古香瑜医生啊，这写论文中间的第一作者经常有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啊叫古景腾。这个古景腾啊，在云南有一家公司，他是老板。说这个古景腾这个公司有点意思，说是在前几年2022年的时候还发生了一场车祸。这车祸过程中间，跟古景腾一起开车的人当场就被撞死了。这古景腾呢，本身也受了重伤。然后呢，他这公司的业务都停摆了，他就写了一篇公众号啊，他就觉得是有点疑点重重。
然后呢，他就过程中间，他就把这些信息就告诉了微博上有一个叫西门大妈的人。这西门大妈就是在这个协和4+4过程中间啊，8份过程中间的一个核心，有很多粉丝都把那个信息告诉他，让他发布。所以协和4+4这件事情，西门大妈功不可没啊。这西门大妈一看到这个信息之后，他就开始接着往前扒，越扒信息越多。首先他扒出来，他说谷景腾这个人呐，就是台湾人，不是大陆人。你看啊，跟古香瑜啊都是一个姓啊，给人感觉好像是亲戚。而且啊，这谷景腾啊，好像写的这个论文，他们这个兄妹两个啊，好像都是什么工业大麻之类的，就是对这个工业大麻比较感兴趣。更有意思的是啊，这谷景腾啊，就前2年因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呢，就被深圳市的检察院给起诉了啊。这起诉完了之后，咱也不知道这谷景腾啊是跑了还是被抓起来，最后判刑了，那就不知道了。这是一个方面的信息啊，这都还是属于边缘性的。紧接着他就开始扒这个谷香瑜医生啊，他就找到了2008年这谷香瑜医生录取到北京大学的成绩单。这北京大学当年还是公布了的啊。这成绩单中间就显示啊，这谷香瑜啊当年的入学考试成绩是228分。这228分中间呢，一共有3门课，数学是90分，物理是72分，化学是66分。这总分呢，一共是300分啊。228分，大概一门课就是70多分啊，这看起来还可以啊。但你想想，毕竟是北京大学医学院呢，北京大学医学院，你就考3门课，然后这3门课你平均考个70多分，然后就能上。那有人说人是不是特别难呢？这西门大妈就搞到了当年的试题，这试题一看太简单了。我不是说就我现在这个数理化的水平啊，我估计我还能重新考上北京大学医学院。而且啊，他就把整个这北京大学录取的留学生的那些成绩啊都列出来了啊。这列出来的最后啊，他就讲2007年那一年最低的被录取的留学生的这分数是多少呢？我说出来大家别觉得可笑啊，51分。这51分这个哥们儿是个日本人，这日本人的名字我就不念了啊，反正人家3门课，数学、物理、化学3门一共考了51分，平均每门20分。不到17、18分就考上了北京大学医学院，可笑吧？而且在这个名单中间啊，有很多都是几内亚比绍的这个国籍的人。这几内亚比绍国籍的人，最后一名掉尾的啊，考试的成绩是多少呢？是151分。151分啊，平均还不及格。你想想，一门课平均50分啊，数理化就考上了北京大学医学院。确实有点夸张啊！这谷香瑜就通过这种方式考上了北京大学的医学院。西门大妈就接着扒呀，说为什么这么一大堆，就是这个来自于几内亚比绍的人，他们都哪来的呢？实际上那个公众号啊，当时就已经发现了有些奇怪的地方，说这些学生啊，虽然是几内亚比绍的这个国籍啊，但是他们的拼音方式都是台湾的拼音。因为台湾的拼音跟我们大陆的拼音体系不一样，他一看这拼音的方式全都是用台湾的拼音，他就怀疑说这些人全是台湾的。他一查，这谷香瑜啊，的确是台湾籍，因为他上了上海这个交通大学附属医院以后，他还是这上海的这个台胞的成员，还当选过浦东的这个人大代表，台湾籍没跑了啊。所以啊，这些所谓的几内亚比绍的人，大部分都是台湾人。那么为什么这么多台湾人最后拿着几内亚比绍的这个国籍考上北京大学的医学院呢？这西门大妈接着扒啊，原来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儿。这几内亚比绍这个国家1973年独立，1974年呢就跟中国大陆建交了。建交了之后呢，没多久啊，到了1990年，可能是台湾给他钱了啊，于是呢就跟中国大陆断交，就跟台湾建交了。那当年嘛，中国大陆跟台湾金元外交双方这打得不可开交啊。到1998年的时候，估计是台湾没给他充值，或者充值的不如大陆多啊。最后呢，他又跟台湾断交，又跟中国大陆重新建交。但台湾大家都知道，中华民国是承认双重国籍，所以啊，就有些台湾人呢，就去买了这个几内亚比绍的国籍。
其实那几内亚比绍到底在哪儿，他们可能都不知道啊，就纯粹为了买一个国籍。网上还有很多那个广告啊，据说是2-3万块钱人民币就可以买一个几内亚比绍的国籍。那些搞中介的人还说了，哎，你买个这样的国籍有好处啊，为什么呢？就是在那个05年左右，中国大陆啊不是搞高等教育吗？高等教育中间有个战略，就是说要大力发展留学事业啊，吸引海外优秀的人回国，同时呢，要在中国国内的高校里头啊，吸引高质量的留学生到我们这里来留学。然后同时配套呢，还要加强政府奖学金的工作。那于是乎啊，全国各地啊就纷纷的开始啊，给世界各国这些国家分配这个留学生的名额。这分配留学生的名额，那非洲就有啊，几内亚比绍的学生考北京大学的留学生，那你不能跟人家中国人要求一样，对不对？人家汉字都不怎么认识，数理化是吧？这个51分就可以上。于是乎很多台湾人就钻了这个空子啊，07年、08年啊，就用这种方式，差不多用一个学渣的成绩就上了北京大学医学院。那有些人可能就问了啊，大家都知道港澳台的学生啊，我们国家专门有一个考试体系，叫做港澳台的学生的联考。这个联考呢，就比国内的高考本身已经非常容易了。每年参加这个联考的大概有1万人左右，你也很容易上北大清华呀。那既然有这个途径了，那为什么这些台湾的学生不通过港澳生的联考去考北大清华呢？为什么要专门买一个几内亚比绍这样的一个国籍护照，然后呢去上北京大学呢？有人就分析了，那个虽然也比较简单，就总分750分呢，最低的录取分数线在那几年啊低到190分，但是这些买几内亚比绍的那些家长，多数情况是可能是觉得自己的孩子总分750分考到190分也没什么信心，于是为了双保险，就买了一个几内亚比绍的国籍，这样考起来就更容易嘛。你想想啊，最后3门课考51分都能上北京大学的医学院。那后来这些人毕业之后，为什么没有回到几内亚比绍呢？其实也简单，因为他上学之后啊，就可以把这个几内亚比绍的这个国籍给注销了。注销之后，他就剩什么身份呢？台胞嘛，台湾人嘛。所以台湾人毕业之后啊，他可以在大陆就业，因为我们有惠台政策啊，惠台政策鼓励台湾人在大陆这个地方就业啊。所以这古香瑜在毕业之后就摇身一变，从这个几内亚比绍的留学生变成了一个台胞，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里头当起了眼科的住院医师。其实整个过程啊，大致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和他类似经历的人呢，网上有很多人扒啊，像古香瑜这样的，在台湾用几内亚比绍的身份考上国内的北京大学医学院的，毕业之后，然后呢又留在国内就业的，好像是数字还相当多，大部分都留在了中国大陆，没有回到台湾。然后这些人有个共同的特点啊，就是你看他们现在的职业履历里面都没有介绍自己曾经作为几内亚比绍的国民到中国留学这段经历，都是就说我就是考上了北京大学医学院，读的是几年本科几年博士，然后现在毕业之后啊来开始行医。可见啊，他们也觉得这几内亚比绍这件事情啊不是什么光彩事儿啊。这件事情啊，这我还要替政府部门说一下啊。其实07年、08年啊，这几内亚比绍的学生就成灾了吗？中国政府也觉得有点不太像话，所以09年的时候啊，教育部啊就出台了一个规定，对这些外国留学生啊做一些规范。规范什么呢？说你如果要是通过外国留学生这个方式啊，你到中国来留学考试，你得提前4年取得国籍，而且你取得国籍之后啊，你必须在国外居住2年以上，才能以留学生的身份来考中国的这些大学。因为那时候教育部肯定就知道假洋鬼子一夜之间把所谓的留学生这个名额全都占满了，表面上是要招留学生，最后招来的全是假洋鬼子。其实不仅仅是台湾的啊，还有很多当时港澳生里头也通过这种方式，甚至不排除大陆的有些人也通过这种方式买假护照，其实是真护照啊，然后让自己的孩子绕道。这个政策啊，到2020年的时候又进一步细化，
进一步细化呢，就是规定的更严格了一些啊，就是你港澳台的学生，你如果移民到国外去了，你在以留学生的身份来报考内地的学校，也需要满足这个标准。因为那段时间港澳台的学生不需要这个标准啊，只是中国内地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就是这个规定是越来越严了。但不管怎么讲啊，从08年以后啊，北京大学就不再公布他的这些留学生的入学成绩了，也不再公布留学生的这些入学的这些名字了。因为公布了之后啊，你还是能挑出毛病来啊，你还是能一看明显就不是这个非洲人呐，一看就是中国人呐。然后一看成绩，可能大家还会议论纷纷呢，所以干脆我就不公布了。你们这些福尔摩斯，我不公布，你总是查不出来了吧？所以从08年到现在，北京大学医学院到底每年招多少名外国的留学生？这留学生里头还有多少假洋鬼子，我们就不清楚了。但是有一点啊，我们可以知道，就是针对台湾学生，虽然这种你敢买假护照啊这个途径啊，以极低的分数考上北京大学这条通道啊，看起来设置了一些障碍，但是你台湾学生如果想上北大清华这些学校啊，这个门好像现在是越来越容易了。大家还记得我们曾经做过一期节目吗？复旦大学不是有个学生在毕业典礼的时候，咵给他们那个院长打了一个耳光吗？那个学生叫夏晨曦。这夏晨曦当时为什么要给那院长打耳光呢？就是因为他想退学，他不想在复旦读了，他在复旦读的是法学院。他为什么想要退学呢？因为北京大学医学院啊已经录取他了。为什么北京大学可以录取他呢？因为他是台生，他只要申请就行了。事实上不仅仅是硕士啊，现在台湾的学生啊，本科生，你就是高中毕业生，想上北京大学的话，也不需要考试，不需要参加港澳台联考了，你只要拿到台湾的高中毕业成绩，这个高中毕业成绩只要达到顶标就行了。这个顶标对于台湾的学生来说，其实并不难拿，很容易拿。那期节目啊，我们当时分析过啊。所以导致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来自于台湾的学生想要上中国大陆的学校是无比的容易，跟中国大陆的学生比起来，那么自然而然的就会导致大量类似的学渣通过这种方式进入到北京医科大学。当然啊，这些人啊，如果学成之后啊就回到台湾啊，那他学到不好啊，其实对中国这边社会啊，应该说影响也不大。问题是现在很多人他毕业之后就活跃在我们的一线的这个医疗岗位上啊。他说的自己是北京医科大学毕业的，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的。你想想，北京大学毕业的，在中国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那跟协和差不多啊。所以有人就非常悲哀的说啊，以后你不能是光看学历，你还得看他是国籍是哪儿。如果是曾经是几内亚比绍的，你也不敢让他轻易看病。你敢让他轻易看病吗？那这些人的成绩，你想想，3门课300分，就考100多分都不及格的人，考上北京大学医学院，最后他给你做手术，你敢让他给你做手术吗？他是可以给你做开颅手术啊，但开颅之后不一定再能让你这个脑袋再重新还原回去啊。所以就是这些人现在，在中国很多医院里头还在就职呢，甚至包括很多3甲医院。这条通道啊，跟协和的那条通道比起来，我个人觉得啊，其实啊，从某种角度来讲还更可怕。为什么呢？首先是协和的那个人数有限，1年就30个学生，对吧？在全国范围的就这么大。但是北京大学医学院啊，这种方式啊，招考的这台生啊，包括这个外国留学生，在全国范围的数量可就多了去了啊，几千人的规模。这几千人的规模，很多人毕业之后就留在了中国大陆开始行医。首先，他这人数不是一个数量级，更其次啊，这前者是明显有人造假，那学分造假，然后那个论文造假，让他毕业嘛，你还能找到责任人。这后面这条途径啊，好像一切看起来都是合规的。你想想，人家是几内亚比绍的留学生啊，拿的就是这个几内亚比绍的护照啊，然后你中国大陆规定的就是这种方式可以入学呀。然后最后人家的确拿到是北京医科大学的那个学历呀，这里头责任是谁呀？没有人腐败呀，所有的东西都是合规的。
但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合规的，你听完之后，你就是觉得它别扭，你就是觉得它哪儿有问题，但是你好像还挑不出来人家到底哪个地方腐败了。问题的本质原因呢，不就是我们想通过这方面，通过这种方式吸引台生到大陆来留学吗？你留学的同时还给配套的奖学金，还可以不用花钱，然后还可以住留学生楼，各个方面跟国内的学生比起来，跟我们内地的学生比起来，都享受着特权。要我说啊，至于中国大陆为什么要给这些海外的学生假洋鬼子留一条通道，我觉得山东大学肯定是有发言权。为什么呢？因为山东大学大家都知道，他不是给那些非洲的留学生一个人还配了2个女伴吗？所以我估计啊，他们一定知道这个答案。所以大家如果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去问问山东大学吧。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啊，谢谢各位。